Hello，大家好，今天1月31日啊，我们做一做下周美股周度的提要。下周是第5周，2月2日到2月6日。下周呢东西还是有点多的。首先呢是今天凌晨啊，今天1月31号凌晨呢开始呢，美国政府又技术性停摆啊，就是有些部门又停摆了。下周呢有就业数据，然后财报也比较密集啊，我们就一点一点讲吧。好吧，首先呢。还是免责声明啊，就是最近腾讯又把我封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公众号又得罪谁了，莫名其妙把我封掉了啊！不管他公众号发不了，不是这个视频号也发不了啊，我们还是持续在 B 站和油管吧。首先第一节还是回顾一下上周啊，上周呢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金属过山车啊，贵金属黄金呢从周初金价刚刚突破$5000啊，然后一度触及了5500，然后周五咣当一下全部跌下来了，包括白银啊、铂金啊都是统统的往下挫啊，就是因为美元走势走强，创下了去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啊，这个主要是受 Kevin Walsh 的提名以及避险情绪的一个推动啊，基本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就是美元走强了。关键经济数据呢，12月份的 PPI 呢同比涨幅达到了3%，核心 PPI 涨幅超预期，也打击了市场这个通胀降温的一个预期啊。这个上周五出现一些下挫是很正常的。然后芝加哥的 PMI 呢，1月读数为54，远超预期44，显示出制造区域性的强劲反弹但这个强劲反弹呢，到底是不是呢？我们下周一有这个 PMI 的数据会出来包括了 Market， 包括了 ISM 这是下周的一个状况。上周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呢，当然就是两件事。第一是上周联储会议利率保持不变然后认为经济增长稳健，并且未明确暗示近期会重启降息然后市场的预期呢有所下降，基本上预期是要到6月份才会有下一次降息甚至有的更多的这个也有大行表示可能今年内都不会降息了，但是今年内降不降息呢，就看看Walsh上台之后会怎么样反正这个人呢是一个强硬派他这个路线反正之前我也讲过，就是可能会比较矛盾一个是一方面是他又要缩表，一方面是他又要降息，这两个搞在一起到底怎么弄，怎么平衡，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上周呢就是这个科技巨头财报呢，微软重挫Meta 走强苹果呢反正横盘英伟达呢也有些新动作又向 CoreWeave 追加了20亿美元，持股比例超过11%，标志 AI 竞赛从算力战转向了电力与基建战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周末出现了一些新闻，就是说OpenAI 对于英伟达对于 OpenAI 投资之前说的那1000亿可能最后没有这么大的数值到底最后是多少数值，反正也没公布等等看吧这个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种退缩的一种迹象我觉得有可能，反正大家再等等这个真正的消息落地再说吧。好吧，这是上周的一个情况上周呢还有包括这个 SanDisk 就是 SNDK 闪迪呢业绩报表，股价一度大涨了15%到20%，1月份闪迪涨了快接近150了，这他妈简直是我觉得存储估计也要崩盘了，这么着涨下去完全是扯淡就是我觉得就是扯淡现在反正美股就是一个疯狂疯魔的一种状态就是逮着一条票就拼命往上炒也不知道谁最后会去接这一棒反正各自安好吧，我就不多的去说这些东西了然后我们说一说下周的东西下周呢刚才也说了下周主要几个点第一是 Market 的 PMI、ISM 的 PMI 周一开盘后半个小时就有这个呢主要会影响制造企业当然如果是非常糟糕的话，可能也会引致包括芯片股、高科技的一些崩塌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从上周芝加哥这个读数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些小惊喜如果小惊喜呢，那就继续往上走呗然后 PLTR 发布财报，迪士尼泰森富的呢是我们之前直播讲的这个穿越牛熊当中提过的一只票然后AMD默克就是包括 NVS、NVO、礼来下周这个药企都是集中发这个财报了PFE 安静这个写错了，这个是 PFE 写多了，不好意思然后下周有 EA 有 PayPal然后 Google、Uber、ARM、BMY、KKR 百事贵宝，下周基本上就是药企的一个集中发布手上有药企的朋友呢，可能下周要注意一下然后周三有小非农这下周就就业数据12月的职位空缺数，1月份的小非农，然后1月份的非农，1月份的失业率然后 MSU 2月的初值包括了通胀预期，包括了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些东西然后充电群的朋友注意一下，周五有 UA 的财报反正 UA 呢我们从12月29号买进去呢，这一个月基本上涨了很多了反正恭喜这个充电群的朋友大家反正这支票也是抓到点上了，低位刚刚启动之前我们买进去的恭喜大家，反正持有的朋友呢就好好拿着，这支票是多的不说了，一会儿我们充电的视频再讲吧，就不在这里边讲了，好吧就先讲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野生量化交易员，专注美股交易，独立客观，用数据拆解市场。关注我，一起学习美股。